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前2天的大阅兵啊，场面那叫一个震撼，一排排的坦克、导弹车开过去啊，就跟复制粘贴一样啊，整齐的让强迫症啊都挑不出毛病。但是呢，在这么多大家伙里面啊，有那么一辆车长得真叫一个奇葩啊！别的车上呢，要么是顶着一根又黑又粗的炮管子，要么是扛着个随时准备窜天火的导弹，看着就不好惹。可是这辆车呢，车头一过，后面啊拉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炮塔，上面没有炮管，没有导弹，就一个亮闪闪跟个大眼睛似的大镜子滴溜溜的转啊，旁边还有好几个小号的眼睛和一些奇怪的盒子。当时啊，我估摸着电视机前不少朋友都在嘀咕吧，诶，这是个啥玩意儿啊？移动的照相馆还是天气预报车啊？嘿，你可别小瞧了这家伙哦，这个东西啊，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主角，一个能改变未来海战规则的大杀器 ——LY-1型舰载激光武器。听这个名儿带劲儿不？感觉跟科幻电影里似的啊，biu biu biu 一下，这个敌人啊就灰飞烟灭了。那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呢？它真有这么神吗？咱们先从这个 LY-1的长相说起啊。你看它最显眼的那个大眼睛，也就是那个圆形的大镜子哦，那可不是用来臭美的，那是激光打出去的枪口。这玩意儿有个讲究，一般来说啊，这个枪口直径越大，说明它射出去的那个激光能量就越猛。为啥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就像是浇地的水管子，你要是让这个水流又大又猛，你肯定得用粗管子，对吧？你拿个喝可乐的吸管去浇地，那得浇到猴年马月去啊。这个激光啊也是这个理，这个能量太高了呀，你要是用个小镜子射出去啊，那单位面积上的热量能瞬间把这个镜子自己啊给烧化了，那不成了自残吗？所以啊，看到这个亮闪闪的大镜子啊，你就得知道这家伙劲儿大呀。除了这个主炮口，旁边还有一堆小眼睛，他们是侦察兵和瞄准镜，有负责大白天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有负责这个晚上或者是有雾霾天气啊能看热量的，甚至啊在它那个转塔的边上还藏着一个小小的雷达。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配置啊？这就好比你开车啊，不仅有360度全景影像，还有这个前后雷达，旁边还有个哥们儿帮你盯着，天上还有个无人机给你报路况。这一套追踪锁定的配置啊，直接就给你拉满了呀。就是说，甭管来的是啥啊，飞机也好，导弹也罢，只要被它盯上了，基本上就别想跑了。你飞得再快，能有这光快吗？环球时报不是采访专家了吗？专家说话比较严谨，但是意思很明白哦。说这个 LY-1啊有足够的空间安装动力单元，啥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啊够大，能量管够，所以它不仅能打无人机这种小苍蝇，连反舰导弹这种硬骨头啊都能啃，而且打一发的成本啊低到你不敢想。导弹拦截1枚导弹那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美金，跟扔金条一样啊。那激光呢，说白了就是电费啊，只要这个船上的发电机还在转，它就能一直 biu biu biu， 弹药无限续杯。这个外观咱们聊完了啊，这个配置也知道了。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啊，这玩意儿的威力到底有多猛？国内呢咱讲究个低调，官方啊一般不说具体数字，但是啊国外的那些军事专家和情报机构可没闲着呀，他们天天就盯着咱们这点事啊，拿着放大镜分析，综合各路消息，他们猜咱这个 LY-1高能激光武器啊，最大功率，注意听啊，起码是300千瓦，甚至可能冲到500千瓦以上。那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哦？可能大伙儿对这个数字没啥感觉。我再给你打个比方，现在美军在他们的军舰上试验性的装了一款叫太阳神的激光武器，听着也挺唬人吧？那它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呢？60千瓦。算术好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300是60的5倍，那500都快9倍了呀！这个不是一个量级了啊，这就好比是啥？你拿个打火机想点着一块湿木头，得烤半天，人家直接就拎着火焰喷射器过来了，这能一样吗？这个事儿啊，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咱的 LY-1领先美国是真的假的？咱得先搞明白啊！现在全世界搞的这个激光武器，主要就分为2类。第一类呢叫晃眼神器，专业点就叫炫目器。它的功率啊不用太大啊，主要任务就是用一道超级强的光去照射来袭导弹那个眼睛，
把他这个眼睛晃瞎，他就找不到目标了呀，变成无头苍蝇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这招啊，有点像咱们晚上开车，对面一个远光灯照过来，哎，你瞬间就啥也看不见了，一个道理。那第二类呢，就是动真格的，叫烧烤神器。这种功率就非常大了呀，它的目标不是晃瞎你，是直接用超高的温度在你身上烧个洞，把你的外壳、电线甚至里面的炸药直接给你点着了。那咱这个 LY1啊，从它那个大块头和各路专家的分析来看，妥妥的就是第二种啊，是能直接摧毁目标的硬核角色。那回头看美国为啥不给力呢？他们起步可早了，2014年就开始琢磨着军舰上用激光炮来替换掉老式的密集阵近防炮，想法很好啊。但是10几年过去了，上百艘驱逐舰啊，只有那么7、8艘船试验性的装了那个60千瓦的太阳神。剩下的几十艘船啊，那个位置都还空着呢，跟这个烂尾楼似的呀。为啥不大规模的装备啊？因为不好用啊。那个太阳神啊，首先是功率太小，打个小无人机还行，你想打高速飞来的反舰导弹，费劲啊。光束飞出来没多远就衰减了，能量不够，你需要对着一个目标啊，像用放大镜烧蚂蚁一样，持续照射好几秒甚至10几秒才能烧穿。战场上瞬息万变哦，谁给你那个时间啊？等你烧穿了，人家这个导弹都砸到你脸上了。这更要命的是，它还不稳定啊，可靠性差。哎，你想哦，这可是保护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呀。所以美国海军自己也头疼啊，搞了10几年还是个试验品，没法大规模列装。反观咱们这边呢，咱的风格啊，一向是闷声干大事，不咋咋呼呼，但是一步一个脚印，走的那叫一个稳啊。其实啊，这激光武器上舰，咱们早就开始实验了。去年就有这个军迷拍到，咱们的一艘叫4名山号的登陆舰，悄悄地做了改装，主炮后面的位置啊，就装了一个跟这次阅兵车上很像的一个激光发射器。更早的画面啊，甚至是在2019年就在央视军事频道里一闪而过。这就说明啊，咱们在这个领域啊研究了不是1天2天了，这个技术储备那是相当的足啊。问题来了，既然是舰载激光武器，为啥阅兵的时候不是开一艘船过来，而是用一辆大卡车拉着呢？而且咱们新下水的那些军舰啊，也没见谁装了这个玩意儿啊。这里头啊，就藏着咱们这次阅兵最大的一个彩蛋，也是咱们设计师最高明的一个地方啊。答案只有一个，这一款激光武器啊是车舰两用的。你仔细看阅兵那辆车啊，那是一辆巨大的特种卡车。如果只是为了展示那个激光炮塔，用不着那么大的车身。这说明啥呀？说明这辆车本身啊，它就是一套完整的独立的作战系统。车屁股后面有非常明显的散热格栅，这证明啊，这个车里面藏着大功率的发电机、储能设备、冷却系统等等。也就是说啊，它自己能发电，自己能打，不需要依赖军舰提供的电力和支持，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激光战神。说到这个车载激光武器啊，这可是咱们的传统强项啊。咱们有一款叫寂静猎手的激光炮，功率稍微小一点，30千瓦，主要是用来出口的。就这个出口的低配版啊，卖给了中东20多个国家呀。前不久啊，这个沙特就用它来打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打出了21发21中的惊人战绩。一发没炮啊，跟点名似的。哎，你想想啊，咱们卖出去的猴版都这么好使，那留给咱们自己用的这个顶配的 LY1，性能得有多恐怖啊！而且把这么大功率的一整套系统塞进一辆卡车里，还能做得这么紧凑，这本身就展示了我们顶级的工业设计和集成能力。这也意味着如果想把它装到军舰上，会非常的方便啊。但这还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另外一种用法，也就是前面说的为啥要用车拉着。那这种用法啊，4个字就可以形容，叫随插随用。大白话说啊，就是直接把这套车载系统啊开上船。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嘿，这您就不懂了啊，这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啊！哎，你想一个场景，未来这万一有事儿，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光靠海军那几艘专业的登陆舰肯定不够啊，肯定要征用大量的民用船只，比如渤海轮渡那种大型的滚装船，或者是万吨货轮来运送兵员和装备。那这些民用船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自卫能力
威的、光溜溜的一个呀，在这个战场上那就是活靶子。这敌人成百上千的自杀式无人机、巡飞弹飞过来了，怎么办呢？给每艘民船上都装上昂贵的近防炮和炮弹，不现实呀，也没那个时间。这个时候 LY-1 的魔力就体现出来了，根本就不用改装，战争动员令一下，几辆 LY-1 激光战车直接就开到码头，自己就开上滚装船的甲板，找个好位置停下，车轮一固定，系统一启动，瞬间一艘手无寸铁的民船就有了一面当今世界最顶级的金钟罩铁布衫，它自己就是个完整的防御单元。火控系统早就考虑到了在海上颠簸环境下的锁定问题，来多少无人机我就给你点名多少，而且这个弹药无限。这一下就把我们成千上万的民用运输力量变成了带刺的堡垒，这在战略上的意义那可就太重大了。所以各位，这次阅兵展示的 LY-1，它不仅仅是一款新武器那么简单它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一种模块化、即插即用的未来战争思维。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国防科技不光在追赶，更在很多领域开始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走出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实现了弯道超车。从这个早期的小心翼翼的实验，到出口产品的实战检验，再到今天这款集大成者的亮相，咱们的激光武器之路那是走得又快又稳。它就像一个潜心修炼多年的武林高手平时看着不显山不漏水的，一旦出鞘便是石破天惊。当然了，这个车载系统解决了临时加强防御的问题。那咱们未来的那些主力战舰，比如这个新批次的055大驱，或者说是传说中的下一代驱逐舰，甚至是2栖攻击舰和航母，到底是谁能第一个永久性的装上这套激光宝剑呢？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